这么大，谢瑞丹牛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第2大城市梅里。那今天呢，又是梅里的闲逛一天，开始喽！哦，广安堂，你好。有那个伤风感冒的药吗？伤风感冒啊，有一点咳嗽。他之前吃900的那个胶囊，有没有比它更好一点的嘛？效果啊那些？啊8块半那个。买这个伤风感冒药，然后这个在文莱的价格是4块1、4块2，然后投人民币的话大概是在20多一点点，然后这边是8块半啊，投下来的话应该是在15块左右。这个是中药啊？不是，这是香料哎，中药，中药。花椒、陈皮、八角。对。啊，走吧。走吧。作为沙捞越的第2大城市梅里，那华人占比高达55%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老人街。老人街为什么要叫老人街呢？具体由来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现象啊，一眼望过去全是老人，他们基本上在这里坐着喝茶啊，都是长者。而他们在这里下象棋，刚刚开局。哎，没有看你们下象棋，看没有谁厉害一点？还多了一个哎，对，这个就是他们平时日常的消遣活动啊。老人在这里的话，不仅喝茶、吃茶餐啊，喝下午茶、早茶，那另外呢还可以下象棋，攻还是守，你说算。它这里面很多茶餐厅，还是比较复古的这种感觉。它上面是这种钢架结构，然后吊了大风扇，其实还是很凉快，又可以遮风，又可以挡雨，又可以乘凉。这个老人街啊，算不算是咱们国内现在倡导的自然养老、社区养老，就自然形成的社区养老中心？他们自发的每天就在这里玩、休息。喝茶，好细哦，它。长寿面。哦，也叫长寿面。这边是过节吃吗？还是日常都吃啊？什么？是端午节吃吗？还是？没有啊。平时都吃啊？是。我们有时候去面档啊，鸡汤面线就是这个。哦。是不是那个巴克手？就是这种。不，巴克手是米线。我们在中国，你就福州明清那边。您祖籍是哪里啊？明清。明清，广东吗？福建吗？闽的嘛。福建省。福建福建省。福州去过。那边地方。这边是福州人多。这里还有个梅里象棋公会。就我觉得像老人街这种场所、这种中心还蛮好的，走一走，然后到这个固定的地方啊，一起吃吃喝喝、聊聊天、下象棋、消遣娱乐一下。然后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的话，也方便管理呀，也更好的去经营。这有一种老有所依的感觉。老人街看完了，那在老人街的对面的话就是梅里巴扎，我们去巴扎里面转一转。梅里中央市场啊，这个市场其实不是最大的，最大的不在这儿。我们等一下也会去到那边，先去看一下这里，因为这里的话离老人街比较近。在沙巴从来没有发现过卖猪肉，现在的话有猪肉档口了，因为它有猪脚、猪舌。在马来西亚看到猪肉档真的是少见。看这个猪脚好诱人的，猪脚面线、猪头、猪脚、猪舌、猪头。这个五花肉你们平时卖多少钱一斤呢？1公斤吗？还是1斤？卖公斤的。卖公斤，这个多少钱1公斤呢
45、30，内地差不多21公斤。重庆要吃火锅，这个就吃火锅的。什么？哎，那你们这边这个用来怎么吃呢？我们这边烤火锅店是有拿的，是我们这边是土著吃比较多。土著要吃，土著很喜欢吃这个。土著他也要吃猪肉啊？土著我们那边土著吃猪肉啊。哦，那就只有土著是基督教。只有马来人不吃。对。哦。土著是吃猪肉的。土著也要吃猪肉。哦，原来他们土著也是要吃猪肉的。土著是基督教徒，只有马来人不吃。水果，这些的话就跟咱中国差不多了，卖的也是一样，什么大蒜呐、酸菜呀。在这个菜市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后面啊，基本上跟国内菜场差不多了，看起来面孔都是华人，卖的东西的话，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啊都有。而在它中间另外一边呢，这边全部是小食档啊，喝茶，这是他们的文化啊，吃面、喝茶、吃小吃。杨桃好黄哦，这个可以买一个吗？可以。这个是多少钱1公斤呢？12块。12块，我买个小一点的才。你帮我选一个，现在就可以吃的吧？都可以吃了。都可以吃。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吗？这个感觉好黄哦。比较熟。比较少，比较熟了哈。那你帮我选一个，选一个小一点的，一个就可以。我现在吃。我们来尝一下。对。好，你哪里来？中国。好，中国有吗？中国有啊。没有这么黄的。对，没有这么黄的，都是那种。他们就采得很轻。1块半哈 ，OK。在阿婆这里买一个杨桃，这个杨桃是熟完了的，然后它特别黄，这是我看过真的是很黄的杨桃，也太熟了。阿婆现在帮我们削，因为我告诉她我们马上就要吃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边走边再逛逛吧。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食物区、小吃区、小食档，吃东西的。哦，它这个价格好便宜哦。这个炒肉的果条的话，小份才3块，大份4块。炒果条来了，好大一份呐！我跟他讲的是要小份，我不知道他是只给我上的小份还是大份，超大一份，我觉得我吃不完。上面肉有蛋哈，然后炒的粉，有那个豆芽菜，很地道的咸香口的炒粉。梅里巴萨呢，承载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所需，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巴萨呢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不再喜欢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了。梅里巴萨一出来呢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梅里时代广场这个大转盘这里，这里呢也算是老城的一个中心了。两边就是南洋的骑楼，老骑楼看起来真有味道。梅里呢，它作为沙拉越的第2大城市，它的华人占比是55%。我们之前也去过西马的槟城，大家都说槟城的华人多，但是槟城的华人的话只有41%。大佛宫庙到喽！世界那么大，Sherry 带你游天下。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沙拉越的第2大城市梅里。今天呢，带大家看一下梅里的中国寺庙。
梅里大伯公庙。门头真的是很壮观的，你看2个大大的金色龙头啊！但是正门的话，现在还在修葺。大伯公庙呢是梅里最大的华人寺庙，已经11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始建于1913年。梅里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产石油的。那在以前的话，这里要开采石油，所以要招工，招大量的工。很多的话其实都是华人，南洋下南洋的中国人。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这里的话瘴气又重，所以就生了很多的疾病。你要按现目前的一个医疗条件来说，可能治愈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当时医疗资源还是非常匮乏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中国人呢就信这个鬼神之说，他们就觉得有歪鬼邪神在作祟。当地的华工就从古晋请了一个道士来开坛做法。道士开坛做法之后呢，确实他们这病就好了很多。那道士也在说啊，要在这里修一个庙，这个地方好，把这些歪鬼邪神全部镇压下去啊！大家一听，纷纷就捐钱，纷纷就募捐啊！很快这个大伯公庙的话就建立起来了。后来呢，大家就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很平顺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也就更加信任大伯公，来拜大伯公，尊敬他了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这里面最开始生病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华工到这里他有点水土不服，到后面的话，他信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梅里这个地方华人多，但其实福建人的话占华人里面又是很大的一部分了。所以其实，在大伯宫的话，我们看它的一个建筑啊，还是很有特点的，很有这种岭南和福建的特点。你看燕尾集，燕尾集的话，代表就是燕子归巢，思家念家，略于家乡的这种思念和渴望之心。而且他们真的是超喜欢双楼细竹。每一个建筑的上面的话，全部都是浮雕双楼加一个珠子。梅里是经过2战的摧残的，当时1942年到1945年，日军大批量的一个轰炸，这里民不聊生，完全夷为平地了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这个大伯公庙毫无损伤。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就在60年代和90年代，当时有2次水灾，这个水啊都淹到10英尺了，就很高很高了。但是呢，大伯公庙这里一点都没有被淹。祝生娘娘拜不得呀，拜的我求平安哈，我不求祝生哈。这边啊，就是算命抽签的。你抽完签之后，算完命之后，直接在这里拿你的一个解说，再找先生解读。这个是你看我一抽就抽了上签，但是不是我这样抽的，这是解签纸。这里还有一个龟仙爷爷。他们当地人认为啊，乌龟是一个长寿的动物，所以呢也会把它描绘成老人的形象。所以龟仙爷爷求的是什么？福寿。这么大一支香，这个好多捐钱的。第一个州政府捐了多少？1、2、3、4，100万马币。捐多捐少的话，它都写在上面。看，捐50的、捐20的、5块、1块的都有。很多信众，很多都是一家人来的，一直都信奉大伯公，都尊崇他。梅里的这个大伯公庙呢，有一个全东南亚最大的大伯公像。这个大伯公像高7公尺，下面就写的是福禄寿为基底。大伯公可能很多咱们国内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不知道大伯公是谁，其实就是土地神、土地爷啊。因为呢，土地爷大伯公呢，他是作为下南洋的第一批的开埠神，所以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话，更加信大伯公，更加偏爱一些。
除了在梅里，我们接下来的话还会去古晋，还会去诗屋啊。每个地方的话，这边都会有大伯公庙，我们都去看一看啊，都去看一看，感受一下华人对于咱们中华传统寺庙文化的他们的理解和认知。刚好现在已经11点多钟了，正是最热的时候。我们先去旁边的茶餐厅坐一坐。这个茶餐厅看起来也很老哎，就是那种超级有感觉、很老的茶餐厅。就是这一家了，它叫香槟茶室啊，我们就在这里，看起来超级的老。早上人很多，现在人还少了一点点。它这里很特点啊，我们在西马看到也是，在东马这边也是，就一个店铺的话，它有很多档口，比如说有吃牛杂的，有吃面条的，有吃这个乐沙的，然后有饮料档，然后有鸡饭档啊。它每个档口的话不一样，反正大家就是你愿意吃什么，在这个店里面都可以吃到。这种经营方式还是不错的。3色奶茶也算他们这里的招牌了。然后下面的话很特别，是绿色的，这绿色是什么？奶咖啡。我点了一个鸡饭，然后他上来一盘鸡，这个和卖相确实有一点尴尬哈。味道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心态。应该。茶休息一下，我们现在出来去游客中心看有没有什么资料啊、介绍啊等等。在这个游客中心正面，这里应该是一个 local bus station， 好复古，全是复古的巴士。也就地图。这里我们去了已经，然后剩下的我们都没有去过。我们现在在米里的游客中心。其实，在马来西亚每个城市都有这种游客中心，里面超舒服的，有空调，然后又有很多旅行资料。但是梅里这个很奇怪，就是它资料也有，空调也有，但是没有坐的地方。我们就只有坐在地上，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铺的凉席一样。在游客中心的对面就是一个大的市集，这叫 Selamat Datang。现在是中午时间，下午的话本来这个时间也比较热，所以当地人也会回去睡午觉。像你看到市场上面很多都收摊儿了。哇，这是榴莲树啊！海货区。这边的话也有卖吃的，它一个1块钱，可能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了，这边好多门都已经关了。我们从菜场出来要去找一个谷歌地图上面的古迹，是一个老的水坝，好像是在这个加油站的旁边，我们要走了哟，这里刚好走。最主要是这一条是高速公路，这条高速公路上没有可以过人的。好，下一个。过来了。确定了一下这个地址，确实是往前面走。往这上面走还是往前面走？他说是 inside 的。inside 的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他说。进到这个小房间里面去问一下。走这边。越野路啊。对，就这个上面，走5分钟就到了。这里面有没有蛇哟？有没有 snake？ 还有 snake？ No snake。OK。你不是说没有去过丛林吗？我带你去丛林。我去在左里，待会儿。快走。这个里面没有蛇，他说。他说没有蛇啊？对。这个地方我觉得感觉可能会有蛇哟。它没有蛇，热带地区哪来蛇？它这边只有蟒。不对呀，感觉。
你确定吗？他确定的。那个怎么看也像那种杀人抛尸的地方、啊。哦，这里，你看古老的楼梯，看到没有？啊 ，Go。那我先拍张照片嘛。左边右边。走。这地方怎么看怎么吓人呐、这边走。我妈，你在哪里去研究的这种？啊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对，就这里。你在哪里去研究的这些景点？来 ，Over there。这地方有点太吓人了。据说这个水道是1930年左右建的一个水坝，主要是给这些石油产业和当地居民供水的，但是到后来就荒废了，然后这边可能就一直掩埋在这里了。走吧，这里蛇倒没有，然后地也很好找，路也相对来说好走，但是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蚊子太多了。因为它这里有水源，所以很多那个小蚊子。最危险的就是这里，因为这里很滑。你给老子说是景点还是古迹？哎呦喂，吓了！来看我水坝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别动，这里，全是被咬的蚊子。我们现在在壳牌 Shell 的加油站这里啊，高速公路的加油站在这里，叫了一个车，我们要去喝下午茶。我就在想，人家那司机接到我们这单的时候，他是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？啊，这两个人怎么会在加油站、高速公路加油站？他们是为什么又要叫车了？他们去干什么呢？这个香草可乐的话，在这边还便宜啊。这个高速公路加油站才卖22.8块，然后在在711 7-Eleven 的话，这个13.6块、3.9块。啊，爽的。来到了他当地的这个63咖啡，坐里面吧。行吧，那就3色奶茶吗？ Chinese tea, low sugar. Chinese tea, no sugar. Low sugar. 3色奶茶啊，又是3色奶茶。他们这里的招牌就是3色奶茶，下面就是那个糖浆。你看这是3种的1、2、3，还是比较治愈的哈。3色奶茶永远都不会错。刚刚的那个有清凉味，其实我更喜欢刚刚的那个3色奶茶，柔和的，很醇香的感觉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比霸王茶姬好喝。老鼠粉真的很特别，它整个的形状的话，就像老鼠的尾巴一样。然后另外呢，它的口感是属于那种咸香口的，先喝一口汤，鲜。然后老鼠粉的做法呢，其实主要就是用米打成浆，它是用红薯粉做的，给人感觉的话，就像咱们以前吃那种老式的酸辣粉的感觉啊，非常的弹牙，又滑又嫩又弹牙，软糯好吃。据说是广东人的最爱，广东的朋友，你们喜欢吃这个吗？
昨天我们打 Grab 的时候，司机小哥就告诉我们，看落日不要去加拿大山呐，去市政局、市政厅。我们就惊呆了，市政厅难道不是咱们中国的市政局、市政府的样子吗？去市政府里面看晚霞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很惊奇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。6点钟，还有半个小时落日。在市政局的下面这一层全是停车场，他们这里的油这么便宜，难道还要买电车吗？还有充电桩。我们都知道梅里盛产石油，其实市政厅、市政局的这一个大楼的整体就是按照一个油桶的样子来设计的。在梅里呢，你可以在街头小巷里面都可以看到好多海马的标志。海马的话也是梅里的城市标志。梅里 City Day 代表19年呢，还是19号呢？就梅里的城市日。有种心潮澎湃的，要上人家市政局了。人家站长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去看，这又不是中国。我们去看落日的，看什么落日？走啊走啊，滚走走走走走！我们这里不对外开放哈。大堂你看，直接摆几个木桌，在这里的话可以喝茶看落日。哎呀，好有情调。要登记吗？哦，现在上面要登记吗？啊。Nama telepon nanti nama dia bawa sini dengan dia punya sign. 啊，这写什么呢 ？Senior 什么是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填完了，它其实这里的话信息很简单，填你的名字，还有护照号，还有你住的酒店就可以了。它会告诉我们，在这里进去之后的话，上到9楼，你要去到10楼是最好的，但是10楼你必须要到9楼走上去。等一下。啊，坏了吗？市政府大楼我要去顶楼。你在中国进过市政府没有？好像没有，我不配。9了之后的话，然后这里 arrives level 9，要上楼是直接走上去。level roof 是这里啊？哦，它上面是一个大的，这是10楼吗？啊，为什么有玻璃啊？他怕你掉下去吧，太人性化的设计了。但是有玻璃它就会影响视野呀。是不是要走上去啊？不能上了吧？上去了吗？没有路了呀。没有路了。是不是这么上来嘛？它这个上面风景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，但是最大的 bug 就是它全部是安了这个落地的有机玻璃，然后所以说你看，我想扶一下我就扶不了，它会遮挡镜头，如果你只是拍的话。可能会影响一些效果，但是你纯视野看其实还是很可以的，还可以看到海马，还可以看到这边海滩，而下面呢也是那个公园这些，啊，看起来这一块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风景还是可以，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。而且这里顶上它也加了顶的，就是下雨天来也是没有问题。下雨天谁来呀？最主要就是这个玻璃。有点不是太友善了。人家也是很友善的，他是怕你掉下去，你知道不？为了就是防止这个别的在上面来看了之后掉下去的安全问题，人家还专门做的，这个花钱的，怎么不友善呢？你说的对。这里的话，这个人要摔下去的该咋？其实，在上面的人很少。对，看我们一组，还有这边有3个人一组的。好，我们决定要下去了。它那个海马公园好像是可以进去的，我们要去那个海马公园那边风景的话会更好。你看嘛，我们现在去那个海马公园，因为昨天的话有司机讲那边是封着，因为他们现在要改建啊，要升级改造，车子是不能去的。但是我有看到海马公园里面好像有人，我们现在决定走过去。快点过来！
可以的。有些地方有蛇，那个没得蛇的。你不晓得有个东西叫海蛇吗？是吗？我只晓得有个东西叫美人鱼。你看嘛，那个走起好漂亮嘛，又可以看骡子哎。我们都顺到那个走。又是走那种路都没得的。唯一都是蚊子多过嘛。蚊子多，反正是奥利又臭。而且它那个是花岗岩，花岗岩的话它有防滑。大概又找了一条没有人走的路，我觉得这里面会有海蛇，真的。都给你说了，热带没有蛇，热带有蛇，热带只有蟒，还有鳄鱼。鳄鱼呀、哎，你是不是方向走错了哟？没有，那边是潮州落日，对，没错的。他妈潮州落日也不啷个对呀！哇，那个海浪啪啪。海浪的声音。大哥，前面去哦，那里。可以。哇，你看这个奔涌的海惊浪。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样子吧？对吧？啊，不要拉我！吓死人了，真的是吓死宝宝了。看，要有冒险精神噻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跳下来。哎，对，棒极了。你看那个台子上好多小螃蟹。好了，看了晚霞，我们现在往路上走去了。我们去吃点东西，补给体力。这些地方绝对有蛇。这个里面主要是有很多蚊子。你被我咬了没有吗？有很多长脚蚊。我特别想问，等一下它出现一条蛇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提着尾巴杀，把它拿来炒了吃。真的是要老子饶命！来，做完了。这些地方有盘凯没有吗？有盘凯，你下去看嘛。是。你咋不被吓到啊？我不怕蛇。我不怕蛇，我怕那个虫。我怕那种蠕动的虫。我们回到正路了，现在走到海马那边，看能不能进。Grab 小哥确实没有骗我们，他真的是封起来，你看1层2层，旁边全部拉着警戒线。好可靠马蛋儿的。谁大晚上在这里嘛？你自己去就行了噻。大海马孤零零的在这里，它应该晚上没有灯了，一会儿可能就看不了它了。这边很漂亮，你走快一点吧。这才是绝美的。在旁边看了晚霞，现在我们去看那个大海马。这个应该就是大家说的那个 Dahon 那个 coffee， 它在这个海边，既可以看大海马，也可以看海岸线。老子真的是觉得有点丧尸出笼的感觉。要不我拍一张？我们现在在这个了无人烟的空旷的地方，看这个大海马。你别问我爬的。回没了。好，大海马就在这里哈，拍完了，走，太吓人了这个地方。但凡今天有第3个人，我们都没有那么害怕。
主要只有我们2个，要是1个人来的话，那个绝对不敢的。我跟你讲，黑灯瞎火的，啥没有。你估计现在拍我都是黑的吧？在哪里是旅游嘛？我是探险博主，我哪里是旅游博主？黑灯瞎火的对面还有擎天柱。我觉得这个灯突然一下打起，我都觉得很诡异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市政厅。我特别想问，梅里来旅游的人真的就这么少吗？基本上没看到同伴呢。对，你看这晚上人都没有了。我们打 Grab 已经回到了城里面了，现在的话去找吃的。米里这个地方真的很小，来旅游的也很少。我们刚刚在市政厅上面去看晚霞，6点钟左右，我们后面的3个人也在。我们现在8点钟左右，我们回到市区，然后再吃东西，然后又遇到他们了。所以你要转来转去，就这几家店，再加上晚上的话都关门了，然后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吃。好吃，我比较喜欢吃鸡饭，天天让我吃鸡饭都可以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百盛购物中心。你要逛什么？随便逛逛。H&M 啊。